中国近代史上最离奇的一页便是国民党与共产党的联盟。表面上，他们并肩作战，共同追求推翻旧政权的目标。然而私底下，双方心怀异志，一边希望借助对方的武器与资金，另一边则意图渗入并夺取领导权。虽称为伙伴，实际上早已在暗中磨刀霍霍，准备一触即发。想象一下1920年代的中国大地，军阀各自为政，外国势力肆意宰割。孙中山历经多次挫折，已然身陷绝境。如果没有外部力量的介入，革命火种恐怕就此熄灭。他决定求助苏联，同时允许共产党加入国民党阵营。这一决定看似救了革命，却也种下了未来分裂的种子。这是一场高风险的赌局，赌上的乃是整个国家的前途。联俄与容共的政策，到底是绝妙的一招，还是隐藏祸患的开端？今天，我们来细细剖析这段历史，了解孙中山为何做出此选择，以及这段合作如何逐步走向决裂。你认为推翻了皇帝，中国就能马上转变成现代化的国家吗？这是大错特错的想法。虽然帝制结束了，但国家并未真正统一，反而被各地军阀分割成碎片。北方军阀之间战火不断，南方诸如滇、桂、川、黔等派系各自盘踞一方。民众不是被当作战场上的牺牲品，就是拖儿带女四处逃难。共和的理想早已被这些权力者踩在脚底下。在这样混乱的局势中，一个熟悉的身影再度出现。1920年年底，孙中山返回广州。这次，他不再是当年那个满腔热情的年轻人，经历过一次次的失败，他的目光中多了几分沉稳与决断。他意识到，革命不能只靠临时的起义来推动，必须建立起有组织、有规章的体系。他计划打造一个纪律严明的政党，以及一支完全听从指挥的军队。不仅要保住广州这个据点，更要夺回整个中国的领土，在军阀的废墟上重建新秩序。他从单纯的革命领袖转变成一位真正的国家缔造者，这就是他全新的蓝图。孙中山一生中最深刻的痛楚，并非战场上的失利，而是被自己人出卖。他多次试图与军阀合作，结果得到的不是援助，而是背叛。那些军队效忠的对象是给他们发饷的将领，而不是国家的理想。护法军政府最终被架空，变成一具空壳。他最信赖的陈炯明竟然下令炮击他居住的越秀楼。半夜里，枪炮声将孙中山从睡梦中惊醒，他仓皇逃到永丰舰上，在甲板上凝视着岸边那些叛变的士兵，心里明白，依靠这些就是军队，永远只会重蹈被出卖的覆辙。没有信念支撑的军人，就像是拿枪的雇佣兵，今天听从你的命令，明天就能转身攻击你。这种刻骨铭心的痛苦，让他下定决心，要让革命成功，就必须拥有属于自己的军队，一支忠诚于三民主义的党属武装力量。这些军人不仅要擅长作战，更要明白他们战斗的意义。枪杆子必须牢牢掌握在党的手中，这支军队将成为国民党的骨干，也将是统一中国的锋利兵器。孙中山清楚，仅有蓝图远远不够，还需要资金、武器和人力来实现。但在广州，他三样东西都严重匮乏，甚至连士兵的薪水都快发不出来了。于是他转向西方国家求援，希望英美能伸出援手。
结果却只换来礼貌的笑容和冷冰冰的拒绝。在这些列强眼中，中国的混乱状态更有利于他们的利益。华盛顿会议看似尊重中国主权，实则是列强重新瓜分势力范围的场合。他看透了这些国家的意图，他们根本不希望看到一个强大的中国，因为那会导致不平等条约被废除。因此，他们继续将金钱和军火输送到军阀手中。日本表面上还有些人情味，但国策早已转变。孙中山提出的大亚洲主义，只换来冷漠的回应。一次次碰壁，让他感觉自己像个被遗弃的孤儿。在走投无路之际，他终于将视线转向北方，只有苏联愿意提供帮助。这不是基于浪漫的理想，而是严酷现实下的选择。1922年6月的凌晨，广州还未天亮，炮声便撕裂了夜空。你能想象吗？发出攻击命令的不是外敌，而是孙中山最信任的部将陈炯明。总统府被包围，越秀楼遭到炮轰，孙中山和宋庆龄在黑暗中惊险逃离，最终躲到永丰舰上。这不仅是普通的兵变，更是路线之争的爆发。孙中山主张集中力量北伐，用武力实现统一。陈炯明则坚持联省自治，先稳固广东，再谈和平建国。理念上的冲突，让昔日伙伴变成死敌。在最绝望的时刻，一个年轻人登上永丰舰，他就是蒋介石。他日夜守护在旁，从而赢得了孙中山的信赖。然而，个人的忠诚无法挽回失去的根据地。广州一夜之间崩溃，国民党变成一盘散沙，党的命令无法传达，军队更不知听命于谁。陈炯明的叛变像一面镜子，照出了国民党的脆弱。孙中山不得不再次流亡到上海，带走的除了愤怒，还有彻底改造国民党的坚定意志。放眼全国，情况更加糟糕。北方有吴佩孚，自称法统的守护者，掌控着最强大的陆军。东北的张作霖背靠日本，军事直逼山海关。长江下游又崛起孙传芳，坐拥5省之地。这些军阀兵强马壮，孙中山的广州政权根本无法匹敌。更糟糕的是，军阀并非孤立作战，他们与列强勾结，互相利用。外国提供贷款和军火，换取铁路、矿产和关税的特权。军阀靠外援维持军力，列强则靠军阀保持中国的虚弱状态。这张无形的网将孙中山的革命牢牢困住。外交上不被承认，财政来源被切断，军火还遭禁运。他面对的不是单一对手，而是一个完整的体系。军阀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，帝国主义则是军阀的金主。不打破这个恶性循环，中国的统一永无希望。在绝境中，他更加确信，唯一的外部援助来源只有苏联，因为苏联同样被这个体系所排斥。革命的推动需要资金和人才，但广州政府只是个空壳子。海关税收被北京政府掌控，本地田赋又被地方军阀截留。孙中山气得直拍桌子，却束手无策。没有钱维持军队，只能乱征税，甚至拍卖庙宇土地。结果呢？市民被逼到绝境。1924年，广州商团干脆武装反抗，政府与商人展开巷战，造成数千人伤亡。这下，革命政府彻底失去了民心。缺钱是燃眉之急，更可怕的是缺人。国民党内有满怀理想的青年，也有投机的政客，
但缺乏能干的行政官员和可靠的基层干部。孙中山的命令出不了办公室，政策无法落实到基层，钱拨下去没人管理，枪发下去没人领导，革命理想挂在嘴上，却无法落地生根。这让他深刻体悟到，国民党必须进行彻底改造，他迫切需要一套新系统，一个能够培养干部、建立党军的机制。而此时，苏联顾问带来的模式正好出现在他眼前。1923年的上海，冬夜湿冷刺骨，孙中山流亡在租界寓所，事业跌落谷底。这时，一位陌生访客到来，他是苏联特使岳飞。两人其实都处于被世界孤立的境地，一个是国内军阀的眼中钉，一个是西方列强的异端。正因如此，他们坐下来谈判，找到了合作的可能。岳飞原本想接触吴佩孚，但吃了闭门羹，才转向孙中山。孙中山虽然渴望援助，但清楚不能放弃三民主义，他担心被指控搞赤化，因此格外谨慎。经过几天磋商，他们签署了孙文岳飞宣言。这份文件明确指出，中国目前没有条件实施苏维埃制度，目标是实现国家的统一与独立。对孙中山而言，这是颗定心丸，他能向党内同志交代，与苏联合作不等于搞共产主义。对苏联来说，他们找到了一个能对抗列强的伙伴。这短短几百字的文件，像一把钥匙，开启了国共合作的大门。但这把钥匙中，也隐藏着未来的定时炸弹。1923年秋天，苏联派出了一位厉害人物鲍罗廷。他不是只会空谈理论的学者，而是参与过无数革命的组织高手。孙中山任命他为教练，要对国民党进行全面重整。因为这个党太松散了，大家只听孙中山一个人的话，却不懂得什么叫纪律。1924年，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，国民党从此焕然一新。大会提出三大政策：联俄、容共、扶助工农。这不仅是口号，更是写入党的根本纲领。更重要的是，鲍罗廷设计的新党章获得通过，党员必须登记，必须服从集体决议，从中央到地方层层把关。最关键的是，以党治国的原则，政府和军队都得听从党的指挥。共产党人也正式进入国民党的核心层，毛泽东、李大钊等人都参与其中。从这一刻起，国民党不再是个松散的小团体，而成为一台高效运转的革命机器。孙中山终于拥有了他梦寐以求的干部培养基地，为北伐积蓄了充足的能量。如果说国民党一大是软件升级，那么黄埔军校就是硬件支撑。1924年，孙中山在广州长洲岛上创办了这所军校。但一开始条件极其艰苦，校舍残破，学生只有500人，枪支不到40支，跟军阀的装备相比，简直像孩童的玩具。用这样的班底，如何进行北伐？转机出现在同年10月，一艘悬挂苏联旗帜的货轮，满载8000支步枪和大量弹药抵达。当这些武器卸下码头时，全校师生兴奋得像过节一样。这批援助成为黄埔的生命线，不仅提供了枪支，更带来了希望。然而，黄埔真正的优势不在于武器，而在于理念。这里强调军事与政治并重，学生入校必须加入国民党。周恩来担任政治部主任，每天向学生灌输三民主义。苏联顾问还引进了党代表制度，
确保党对军队的绝对指挥。黄埔成为一座熔炉，将一批热血青年锻造成党军的核心力量。这支军队后来在东征和北伐中，彻底改变了中国的格局。1925年，广州政府发动东征，黄埔军校的学生军首次真正踏上战场。这些年轻人平均年龄不到25岁，却敢于冲锋陷阵。在棉湖战役中，他们顽强抵挡敌人的猛烈进攻，最终击溃了数倍淤积的部队。一战成名，国民革命军的声誉就此树立。这场胜利不仅靠勇敢，背后还有苏联的影子。武器是苏联运来的，训练是顾问传授的，连政治工作制度都是仿效红军模式。苏联顾问加伦甚至亲自到前线指挥。说白了，没有苏联，就没有这支能征善战的军队。东征的胜利，既是黄埔的荣耀，也是苏联援助的成果。但问题也随之浮现，这条来自莫斯科的供应线，不仅输送养分，还带来了控制的隐忧。国军的扩编和战略，几乎都要看苏联的脸色。蒋介石等人开始感到不安。打仗是中国人的事，难道最后要听命于克里姆林宫吗？这种依赖成为日后矛盾的隐患。东征结束后，国民党内部又爆发冲突，这次不是武装对抗，而是思想上的较量。联俄容共的政策像一把双刃剑，一边带来强大力量，一边却将共产主义思想深深植入国民党内部。结果，党内迅速分裂成左派和右派，彼此互不相让。左派如廖仲恺、汪精卫等人认为苏联模式很有效，共产党是可靠盟友，能带来工人和农民的支持。右派则是胡汉民、戴季陶这些元老，他们大喊这是引狼入室，担心共产党借国民党的平台，最终反客为主，夺走革命领导权。事实上，共产党人行动迅捷，在工人部、农民部、黄埔军校等地，到处都有他们的踪影。学生们被灌输革命理念，其中还夹杂住阶级斗争的元素。右派看得火冒三丈，说这不是合作，而是借壳上市。国民党到底要走民族革命的路子，还是社会革命的路线？这个问题越来越尖锐，党内氛围像火药桶般紧张。你以为争执只限于会议室吗？错了，真正的火药味散布在广州街头和乡村田野。扶助工农的口号一提出，工人和农民就行动起来，声势浩大，连国民党政府自己都快控制不住。先看城市，1925年的省港大罢工一爆发，数十万工人离开香港涌回广州，纠察队全副武装，检查船只，封锁港口。一时间，香港经济瘫痪，广东也受拖累，工人群众欢呼雀跃，但商人阶层却吓得魂飞魄散。再看农村，农民协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，推动减租减息，甚至审判地主，组织自卫军。这下地主士绅彻底炸锅，斥责这是痞子作乱。国民党发现自己其实骑在老虎背上，要靠工农力量冲击军阀，又害怕社会秩序崩溃，该放任自流，还是强力镇压？这成为国民党最棘手的难题。1925年，革命的列车刚要加速前行，却突然传来2声丧钟。第一声是孙中山3月12日在北京病逝。这一来，国民党像断了线的风筝，失去了那根能稳住大局的绳索。更麻烦的是，
他没有指定接班人，谁来继承？是左派的汪精卫，还是右派的胡汉民，亦或是财政大将廖仲恺？蒋介石虽握有军权，但在党内地位当时还排不上前3，但命运给了致命一击。8月，广州街头，廖仲恺遭刺杀，当场倒在血泊中。这一枪打破了脆弱的平衡，右派力量被重创，胡汉民被迫离开，汪精卫成为最高领导者。蒋介石则借处理廖案，首次踏入权力核心圈。你知道吗？孙中山和廖仲恺离世后，革命就像失去了刹车的汽车，开始失控狂奔。原本只是辅助的群众运动，一下子窜到前台。五卅惨案中，英国巡捕在上海街头开枪，学生和工人倒在血泊里。这还得了？全国怒火瞬间爆发，人们高喊口号，游行示威遍地开花。广州的情况更夸张，省港大罢工直接失控，数十万工人拒绝工作，全都涌回来，还组成武装纠察队封锁香港，检查进出船只。你敢相信一群工人竟让整个港口瘫痪？罢工委员会向另一个政府，口号从打倒军阀升级到打倒帝国主义。农村同样火热，湖南农会四处成立，农民要求减租，还敢审判地主，有人甚至组织自卫军，地主乡绅全傻眼了。国军里不少军官出身地主家庭，心里怎能不慌？汪精卫本想借这股力量壮大革命，结果发现根本驾驭不了，革命列车开始脱轨，方向盘完全不在国民党手中了。孙中山在世的时候，苏联顾问们还算收敛，无论是鲍罗廷还是加伦，最多只是提供建议，帮忙策划。但孙中山一离世，国民党彷佛丢了魂魄，谁来当家做主，谁能拿到苏联的援助，就成了决定性因素。鲍罗廷手握资金和武器，他的政治影响力瞬间暴涨。他不再是单纯的教练，而是能左右人事的幕后操盘手。你看廖仲恺遇刺案，就是最好的证明。鲍罗廷出面调停，力挺汪精卫和蒋介石，直接把右派势力压制下去。他的角色早已从顾问转变成仲裁者和推动者。在军事领域，加伦等人介入更深，东征和北伐的战略规划背后总有苏联顾问的痕迹。这种高度依赖让国民党很难摆脱莫斯科的影子。更令人震惊的是，共产国际的触手伸得更长，他们指示中共在国民党内迅速扩张，发展工农组织，争夺领导地位。孙中山原本的打算是借力使力，结果方向盘渐渐被别人掌控。国民党内部有人开始警觉，尤其是蒋介石。他心想，武器援助没问题，但思想上绝不能被操控。夺回主导权的反击就在这股不安情绪中悄然酝酿。1926年的广州，空气中弥漫着剑拔弩张的气息，谣言四起，说苏联顾问和中共用中山舰绑架蒋介石，是真是假，如今已难辨真伪。但蒋介石抓住这个机会，没有先去请示汪精卫，而是直接下手。凌晨时分，全城实施戒严，氛围像战争即将爆发。蒋介石行动迅猛，第一步逮捕李之龙，缴获中山舰的武装；第二步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，把工人纠察队的枪支全部没收；第三步软禁所有苏联顾问，让他们断绝联系；最后清洗第一军和黄埔军校，将周恩来等共产党干部赶走。
这一套连环拳打下去，中共在广州的基础几乎被连根拔起。这就是震动中外的中山舰事件。汪精卫完全被蒙在鼓里，事后气得远走欧洲疗养，而蒋介石却因此一举成名，从此广州的军政大权全落入他手中。枪杆子不仅能出政权，更能决定革命的走向。在北伐前夕，国民党内部的权力格局彻底被改写。中山舰事件后，大家都以为国共合作崩盘了，但蒋介石出人意料，并没有立刻撕破脸。他清楚，北伐还需要苏联的枪炮和资金，所以他先向苏联顾问解释，说这只是针对少数人，联俄政策绝对不变。但内心里，他已下定决心，要重新制定游戏规则，主导权必须牢牢握在自己手里。真正的转折点在1926年的2届二中全会上，蒋介石提出一份整理党务案，一刀一刀切向共产党的要害。共产党员不得担任中央部长，共产党员比例不得超过1/3，共产党名单必须全部交出，共产党的指令还得经过联席会议审查。这些条款等于把中共从平等伙伴降格为受控附庸。面对如此严苛条件，很多人以为中共会强烈反弹，但斯大林考虑到远东大局，不愿合作破局，鲍罗廷只好压下不满，让中共妥协。谭平山、林伯渠等人辞去要职，蒋介石顺势接管关键部门。评级中山舰事件的武力和整理党务案的文功，蒋介石成功夺回国民党的主导权。合作表面上还在继续，但方向盘已换了主人。1926年夏天，广州局势紧绷。中山舰事件过后，党内斗争暂时平息，蒋介石成为唯一能掌控大局的人。他接过总司令的印信，10万大军整装待发。这支军队与以往的军阀部队不同，核心全是黄埔毕业生，不仅会打仗，还明白战斗的意义。三民主义成为他们的信念，党的纪律成为他们的护甲。为了这一刻，国民党已磨砺2年，各路杂牌军被整编，粤军、湘军一律归入统一指挥。军中设立政治部，每个单位都有党代表，有人负责练兵，有人讲授道理，有人散发传单鼓舞士气。这不是单纯的军事行动，更是一场全面的动员和宣传。财政与军事齐头并进，化为北伐的动力。别忘了，这一切背后仍有苏联的影子。武器、经费、顾问全来自莫斯科。共产党人在工农间铺路，让北伐的号角响彻街巷与田野。虽然合作中流涌动，但此刻果实已成熟。蒋介石站在广州东教场，声音洪亮地宣布北伐动员，全场10万将士高呼口号。这一刻，孙中山的梦想似乎真的要实现了。回顾1924到1926这2年，简直像开了挂一样。孙中山的联俄容共虽备受争议，却补上了国民党最致命的短板。没有这段历史，就没有后来的北伐。国民党一大重组，让国民党从松散小圈子变成纪律严明的庞大组织。黄埔军校培养出一批思想统一、勇猛善战的青年军官。别忘了苏联提供的资金和武器，让国民革命军脱胎换骨，从几百条破枪变成能打硬仗的正规军队。这一切都靠援助，共产党人也发挥作用。他们在工人和农民中展现惊人动员力。省港大罢工和农村运动虽造成社会动荡，
却为北伐军撑腰，在敌后牵制军阀，将百姓支持推向前线。更厉害的是，政治工作制度的引入，军队中有党代表和政治部，不只教打仗，还教为何而战。这让国民革命军成为有灵魂的部队。总结来说，国民党一口气拿到三宝：纪律严明的政党，忠诚可靠的军队，加上群众动员体系。等到北伐出征，国民党已于2年前判若两党，联俄容共这张门票，正面写着胜利，背面却藏着代价。矛盾从一开始就埋下，只是被共同敌人压制。当北伐节节胜利，外患暂缓，内部冲突立刻浮出水面。问题很直白，谁领导谁，最终要建什么样的国家？国共从未有共识。蒋介石和国民党右派想要的是击败军阀，统一中国，建立稳定民族国家，然后进入训政阶段，发展经济与建设，这是他们的蓝图。但共产党和左派不这么想，他们要继续深化革命，让工人罢工，农民分田，让社会彻底翻转。两边方向南辕北辙，战场胜利却换来后方混乱。军官家乡被运动冲击，土豪、地主、商人受打击，怎能不反弹？所以蒋介石发现，真正威胁或许不在北方军阀，而在身边盟友。1927年的上海清党，不是单纯背叛，而是矛盾累积到极点的摊牌。合作的终结，只能用枪杆子决定。回头看孙中山的决定，你会发现，他不是天真理想主义者，而是绝境下的务实妥协。他清楚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，所以在宣言中白纸黑字写明，但他更清楚，没有外援，革命必败。所以选择苏联，不是喜爱共产主义，而是只有苏联肯帮，能给钱给枪。这选择短期成功，黄埔建立，国民革命军崛起，国民党从边缘走向全国。没有这步，就无北伐胜利。他推动了革命列车，先解决军阀与帝国主义，再议后路。这种务实让国民党从谷底翻身，从地方小势力变成能争天下的大党。但历史往往如此，解决旧问题，却种下更大麻烦。他打倒军阀，却引入共产党。国共都学到列宁式政党技巧，后来内战比军阀混战更残酷。所以孙中山的遗产是双刃剑，既是国民党复兴起点，也是国共分裂源头。这就是他最后抉择，充满勇气，也满载诡谲。孙中山还在的时候，那些苏联顾问都挺低调的，像鲍罗廷或加伦这些人，最多就是给点建议，帮忙出主意。但孙中山一走，国民党就像丢了主心骨，大家都不知道该听谁的，谁能搞到苏联的钱和枪，就谁说了算。鲍罗廷手里捏着这些东西，他的影响力一下子就上来了。他不再只是个旁边的教练，而是能左右谁上谁下的关键人物。比如廖仲恺被刺杀那件事，鲍罗廷跳出来调停，力挺汪精卫和蒋介石，直接把右派给压下去了。他从顾问变成了决策者，军事上也是。加伦他们插手东征、北伐的计划，总有他们的影子。国民党太依赖苏联了，想摆脱都难。更麻烦的是，共产国际还在背后推波助澜，让中共在国民党里快速扩张，拉工农组织，抢领导权。孙中山本来是想借力打力，
没想到方向盘慢慢被别人握走了。党里有些人开始醒过来，尤其是蒋介石。他想，枪弹给就给，但思想上可不能让人牵着鼻子走。想夺回控制的反击，就在这种不安里悄悄发酵。1926年的广州，到处是紧张的气氛，街上谣言满天飞，说苏联顾问和中共用中山舰绑架蒋介石。真假谁知道呢？但蒋介石没管那么多，他没先找汪精卫商量，就直接动手了。半夜里，全城戒严，感觉像要打仗了。蒋介石来得快，第一步抓了李之龙，收了中山舰上的枪。第二步围了省港罢工委员会，把工人们的武器全没收了。第三步把苏联顾问软禁起来，让他们联络不上外面。最后还在第一军和黄埔军校大扫除，把周恩来这些中共干部都赶走了。这一通操作，中共在广州的势力基本被拔了根。这就是那个轰动全国的中山舰事件。汪精卫完全没料到，气得直接跑去欧洲养病去了。蒋介石却借这事一鸣惊人，从此广州的军政大权全在他手里。枪杆子不光能生出政权，还能定革命的路子。北伐前，国民党的权力格局就这样被他重化了。中山舰事件闹完，大家都觉得国共合作要散了，但蒋介石没急住翻脸，他知道北伐还得靠苏联的枪炮和钱，所以他先去跟苏联顾问解释，说这只是针对几个人，联俄的政策一点不变。但心里他已经想好要改规则了，主导权得自己抓牢。转折来在1926年的2届二中全会，蒋介石丢出一份整理党务案，直戳中共痛处。中共人不能当中央部长，他们的比例不能超过1/3，名单全得交上来，他们的指令还得经过联席会议审。这些条款基本上把中共从平等伙伴变成受管制的附属品。大家以为中共会跳脚，但斯大林看在远东大局，不想把合作搞砸，鲍罗廷只好压着火，让中共让步。谭平山、林伯渠这些人辞了职，蒋介石顺势接手要害部门，用中山舰的硬功夫和党务案的软刀子，蒋介石就把国民党的控制权拿回来了。表面上合作还在，但谁开车已经换人了。1926年夏天，广州气氛还紧绷绷的，中山舰的事平了，党内斗争暂时压住，蒋介石成了唯一能稳住船的人。他接了总司令的位子，10万大军准备出发。这支军队跟以前的军阀兵不一样，骨干都是黄埔的年轻人，不会光打仗，还知道为什么打。三民主义是他们的信念，党的纪律是他们的盔甲。国民党为了这一天准备了2年，各路散兵游勇都整并进来，粤军湘军听统一调度，军里有政治部，每个单位有党代表，有人练兵，有人讲道理，有人发传单鼓劲。这不单是打仗，更是全体动员，宣传到家。钱和军事都齐了，成了北伐的燃料。当然，背后还是苏联的影子，枪弹钱财顾问全从莫斯科来。中共在工农那边铺路，让北伐的声音传到每条街每块田。合作里有暗流，但这时成果出来了。蒋介石站在东教场，大声宣布北伐开始，10万人齐声喊口号。孙中山的梦好像真的要成真了。回头看1924到1926这2年，国民党像打了鸡血。孙中山的联俄容共虽然争议大，
但正好补了党的软肋，没这一步，北伐根本起不来。一大会议改了党的样子，从散沙变成铁板一块。黄埔军校出了大批有想法、敢拼的年轻将领。苏联的钱和枪让革命军从破烂顽院变成能干硬仗的劲旅，全靠这些援助。中共也没白忙，他们在工人农民里动员力超强。省港罢工和农村运动虽然闹得乱七八糟，但帮北伐牵制了敌人，把老百姓的支持推到前线。最牛的是政治工作那套，军队里有党代表，有政治部，不光教你怎么打，还告诉你为什么打，这让革命军有了魂。说白了，国民党一下子拿齐了3样东西：铁纪律的党，靠得住的军队，会动员群众的办法。北伐出发时，党已经不是2年前那个弱鸡了。联俄容共这张票，正面是胜利的果实，背面却藏着代价。这些矛盾从头就埋着，只是被外敌压住了。北伐打赢了，外头的麻烦暂时缓了，里头的火就烧起来了。问题简单，谁听谁的，最后建什么国家，国共从没想过一样。蒋介石和右派想灭了军阀，统一中国，建个稳定的民族国家，然后训政、搞经济发展，这是他们的路子。但共产党和左派继续推，让工人罢工，农民分地，把社会翻个底朝天。两边完全不是一回事，战场上赢了，后头却乱套。军官家乡被闹，地主商人被整，谁不反弹？蒋介石这才看清，最大的麻烦可能不是北边的军阀，而是旁边的朋友。1927年上海清党，不是突然的背刺，而是积怨爆发的结果。合作走到头，只能用枪来说话。说到底，孙中山的选择不是脑子一热，而是走投无路的务实。他知道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，所以宣言里写得清清楚楚。但他更明白，没外援，革命就完蛋了。选苏联，不是因为爱那套，而是只有苏联肯帮，给钱给枪，这步棋短期内管用。黄埔建起来了，革命军站稳了，国民党从边角变成主角，没这一注，北伐的胜利就没影。他把革命的车子发动起来，先解决军阀和帝国主义，再想后头的事。这种实干精神，让国民党从谷底爬起来，从小势力变成能争天下的力量。但历史就是这样，治好一个伤，来个更大的。灭了军阀，却请进了共产党，两党都学会了列宁那套组织术。后来的内战打得比军阀混战还狠。所以孙中山留下的东西是把双刃剑既是国民党重生的起点，也是国共分裂的根源。这最后一招充满了勇气，也带着说不出的诡异。回头想想，这段历史像一场大梦，醒来时中国变了样子，但代价也永远在那儿。